科学是什么？它不是飘忽的概念。比如清晨，科学就可以跟美食产生关联。有时，科学就在耳边，它是声光电的转换，而此时，它是打印机的色彩原理。对未来的憧憬，对科学的猜想，就在这一刻。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加油，向未来！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同时也用掌声欢迎这一季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们的科学顾问曹泽贤老师。大家发现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始，我和小尼并没有一块儿出来，那是因为今天这一期总决赛，除了我们的现场之外，我们还开辟了第二空间的备战间。小尼目前正和4位即将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共同在备战间等候。终于这一季，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实验，经历了那么多的答题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加油向未来》第3季的总决赛。总决赛对战规则分3轮，2-2对战。第1轮对战由总决赛积分第1的陈坤宇现场抽签决定，剩下2人进去第2轮，前2轮胜出者进入第3轮总决赛，争夺第3季《加油向未来》总冠军。有请陈坤宇进入现场进行抽签。加油加油，争取抽0人啊！加油！柯宇，我们出发，来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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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节目，说实话也主要是为了接触一点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来增长一些见识。在台上也基本没有什么我是来参加比赛这样的想法，主要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吧，胜负不重要。我们也很期待，究竟柯宇你会抽到谁？加油，看你的，来吧！紧张吗？此刻不紧张，不紧张。对，但我觉得你的表情还是有点紧张。接下来，在我手中，1号、2号和3号信封，这3个信封里，我们随机放入了3个队友的名字。在他们3个人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想对战的？讲道理没有。其实如果抽到凌然的话，我的胜率可能最低。是因为你认为他在另外3名对手当中实力，就对我的时候，因为他的答题风格相对有优势一些。在你抽出名字的那一刹那，今天的战局将锁定格局，请选择。我好紧张。等一下，我们不这样打开。你拿着3号，我先来看看这俩是谁。我先给大家公布，1号信封装着的名字是张浩林。太好了，有点慌啊！抽我！所以，要么是凌然，要么是李萧然。是的。我好紧张。然。凌然。我们2个一起把这个字抽出来。3、2、
快点儿，快点儿，别！1，我希望就多做一轮，陈坤宇别抽到我。3、2、1。哦不！哇！哎呀，完了完了！陈坤宇将对战的是李萧然。有请陈坤宇锁定的对手李萧然入场。最初了解家欧向未来，就是因为这是一档科普节目。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分享自己的知识，也可以向很多博学多识的猜想团成员交流学习。在节目中，不论是听到科学家的故事，还是接触到不曾了解的信息，都让我很开心。今天是最后一期了，希望能在场上比得精彩。有请2位进入对战席。我还是想听一下2位一季走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战，你们此刻最想说出的对战宣言是什么？我的对战宣言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比赛不能太紧张，放平心态，就是这样。那么就陪我玩这最后一场吧。就陪我玩最后一场吧。好害怕呀！大魔王这场来啊，陪我玩。我觉得他是真的实力太强。好，我们的对决仍然还是先从实验开始，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实验题。在前不久，有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在全民范围内也引发了很多关于这个科学发现的探讨。而这个科学发现是围绕着一种新的矿产，叫可燃冰。很多人可能对它充满了好奇。在我们这一季《加油向未来》最后一期总决赛的第一道实验题当中，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带大家去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可燃冰的存在。来，我们一起去场外看看小鹿给我们带来的场外实验。可燃冰，到底什么是可燃冰？怎么形成，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要解释这些疑问，首先要给您介绍的就是我身后的这艘大船。这是由我国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打造的，目前我们国内综合性能最先进的科考船“科学号”。现在，科学号即将要执行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海洋先导专项综合航次的科考任务。很荣幸，我们节目这次要跟他们一起来完成一个关于可燃冰的任务。现在站在我们身旁的就是此次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张鑫老师。大家好，张老师，到底什么是可燃冰？真的就是冰可以燃烧吗？可燃冰是水分子和甲烷分子在海底下或者是在冻土层形成一种像冰一样的物质，它是一种未来的清洁能源。那我们到了这片海域，我们怎么来判断？哟，这下面就是可燃冰了。我们找到可燃冰，我是下不去，你也下不去，因为是1000米的水深，所以我们有一个发现号，它就可以带着我们的装备下去。发现号是专为科考船量身定制的无人缆控水下机器人，能够下潜到水下4500米。通过发现号身上装的6台高清分辨率摄像机，我们可以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观察海底的模样。它有一对灵活的机械臂，可以帮助科学家们采集深海所需的各种样品。那么这次我们也是要仰仗发现号潜入到海底1000米处，来给我们完成一个关于可燃冰的实验。全船注意，全船注意，准备起航，准备起航，前后人员就位，前后人员就位。张鑫肩负着众人的期望，带领着科学号科考船踏上了此次科考之旅。然而，
航程进行的并不顺利。在航行过程中，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原本预期4天1700公里的航程，在涌浪不断的恶劣天气中，日夜兼程，艰难航行了7天，才终于抵达冷泉所在海域。船员们早早来到甲板，开始下潜前最后的检查和准备工作。8点，发现号开始了本航次第1次下潜。此次下潜是否能如愿以偿顺利进行呢？下去了。冷泉区大概在海底1150米左右，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深海中，想找到冷泉喷口，犹如大海捞针，难度极大。现在我们已经下潜到水深大概200米的位置，屏幕中虽然什么也看不到，其实我们灯已经打开了。随着深度增加，由于这个光线已经穿透不了这个水层了，所以大家看到是一片黑暗，只有我们这个机械手上的 logo 能反射回来。但是到达海底之后呢，我们这个由于这个海底有反射了，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屏幕上有些海底的情景。现在我们已经下到了水下792米。发现号需要花费40分钟时间，才能到达指定区域。差不多到了吧？电脑的速度慢一点，还有13米到底。好的。啊，到海底了。我们到达了水深1120米。画面这个呢已经是到达了冷泉区，白白的这些呢是我们的浅海虾，黄色的这些我们的叫贻贝。这个学名呢叫深海偏点蛤。有了这些生物呢，就证明我们已经到了冷泉的繁茂区。下面我们去寻找可燃冰。漫长的下潜等待，连续48小时的作业与水下搜寻，仍然没有找到可燃冰的踪影。全体船员都陷入焦灼，尤其是张鑫。以青岛市举例吧，基本上就是青岛市区的范围。你要找的东西的大小，可能就和我的手柄那么大，30厘米直径的一个东西，比找一辆汽车还要难。身负众望的发现号，到底能否在漆黑的且压力巨大的深海，顺利找到那个冒着甲烷气体的神秘泉眼呢？应该是可燃冰。啊，容易啊！真的找到了，我都没想到这儿有，比大海捞针还难。哇！快看，我们现在这个白白的物质呢，就是可燃冰，它呢是在贻贝和浅海虾之中，然后有上面的这个自生碳原的覆盖，这是自然状态下的可燃冰。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要保护这个环境，这些可燃冰呢，其实是这些贻贝和浅海虾这些生物群落的这种食物。我们在不破坏这个食物链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选择不去直接开采它，而是继续地毯式搜索冒着甲烷气泡的泉眼。这里有疑似可燃冰分解的产生一串的气泡。现在呢，我们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激光拉曼光谱探针，确定一下气泡中的气体的主要成分。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才采到的冷泉喷口流体的原位的激光拉曼光谱。从光谱信号里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海水的光谱。
但是呢，有一个很尖的锋出现在海水谱里边，就证明我们这个冷泉配扣锂里边有大量的甲烷，这个锋就是甲烷锋。好，在出题之前，我们掌声请出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的这一行次的首席科学家张欣，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加油向未来》。这今天我也听说您来这儿并不是空手来的，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礼物。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实验员把张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神秘礼物送到台上，有请。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神秘礼物是一个水族箱。这些东西我认出来了，刚才我们在屏幕里见到过。对。扇贝、大闸蟹。还有一些海螺。还有海螺，这味道怎么样呢？这些样品是不能吃的，大概有2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这个样品比较珍贵，我们出海大概这次是30天的航程，然后带回来的活的深海的样品这儿已经有1半了，这是一个航次的。活体带回来，这在国际上是很少能做到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它有一些自己的学名。首先呢，白色的我们叫铠甲虾，是蟹。这是虾？这是虾。哦。然后刚才您说这个蛤蜊也好，什么也好，它其实是个贻贝。这个呢，在近海也有，在深海也有。然后旁边这个螺我看到了。螺的话，也是近海、远海、深海也都有。但是这些整个的这个生物呢，它其实是在深海的这种极端环境，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甲烷往外喷的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它就靠那个东西生存。它不吃，它身上的东西吃。它们身上有共生菌。它靠甲烷的氧化反应产生一些能量和营养物质来供给那个微生物，也就是那个细菌的同时，它共生的这个滋养体也可以滋养它们长大，这样就变成了甲烷先供养一个共生菌的甲烷菌，然后甲烷菌来养活这些贻贝、铠甲虾，然后呢这些东西又被大的捕食者掠食，然后就可以吃掉它，这样它才可以形成这种我们叫化能合成的生态系统。谢谢张欣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不光是珍贵的科考实验，我们所采集到的这些标本。那么接下来回到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的那样一道题目，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如果我们把一个杯子在1000多米深的海底扣在甲烷气泡的上方，那么接下来充满杯子里的会是 A 气体 B 固体 C 液体。我已经选好答案了。你选啥？我觉得是气体。我觉得是液体。液体不可能，不知道，随便选。蒙。请亮答案。好，2位争夺总冠军的对决选手，他们分别选的都是 A。请2位先说一下你们的理由。首先，可燃冰在海底它是会自然分解的，所以问题其实是这个一会儿是多久。如果这个时间很短的话，我们知道可燃冰分解之后产生的甲烷是可以自然的上浮到海面上的，它并不会在上浮线的时间内被重新压缩，再次成为甲烷水合物。你觉得随着时间的长短的变化，它答案会不一样吗？我实际上不很清楚可燃冰是怎么形成的。如果就是我甲烷扔到水里，压力足够高就可以压成的话，那么时间假设足够长，会逐渐的一部分转变为固体，产生一个动态平衡。我想说一下陈坤宇刚才说的，是不是甲烷和水压在一起就能成为可燃冰？的确是可以这么得到，但它的条件要比你说的要苛刻很多。它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通过甲烷水得到的。我认为选 A 的原因就是，既然它在海底，它是倾向于分解的，而且它分解出来是有气泡的，所以我可以认为这个海水它是被甲烷饱和的，就是它里头不能溶解更多甲烷的，所以就没有消耗掉甲烷的其他情况，甲烷也不可能变成其他的状态。因此，我认为杯子里还剩的是气体，就是气体甲烷。好，我们来听一下选 B 选项的。甲烷它也叫固体天然气嘛。它里面的水分子和那个甲烷分子，它是一个笼状结构。特别重要一点来支持我为什么要选 B 这个选项，就是因为甲烷它固体在分解成气体的时候，它是1:164，膨胀了164倍。对，然后还有0.8个体积的水。
它这个分解的条件是支持我选 B 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您先不评价哪个答案正确，您听完他们的解释以后，您什么感受？首先我感觉很震惊，肯定没有剧透的情况下，大家对可燃冰这么的熟悉，至少有人已经答出来了基本的标准答案。我先不说是谁。第二个的话，就是感觉大家的知识储备量真的特别的大，感觉我们年轻一代真的是不可限量。所以在爱好科学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其实可燃冰也是近一段时间大家探讨的非常多的一个课题。明白。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实验题入手，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个研究项目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广泛的兴趣。所以接下来我们亲眼看一看，到底杯子扣在气泡上，最后杯子里会剩下什么？来看，验证。现在我们开始验证。现在杯子已经扣上去了。大家看到，有机玻璃罩内已经出现了快速形成的白色晶体。仔细观察，它们就像是空心汤圆聚集在杯底一样。这些1秒形成的晶体其实就是可燃冰。可燃冰是由天然气与水在低温高压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冰状龙形结构。我们所用到的收集可燃冰的方法叫做原位合成法，就是利用形成可燃冰低温、高压、有甲烷气体的天然海底条件来安全获得可燃冰。现在我会用机械手拿住这个可燃冰，把它放到我们那个保温保压的一个罐子里边，它可以保持温度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到达甲烷。经过张鑫老师在场外的验证，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正确答案是 B。最后形成的还是固体，所以非常遗憾，2位将要争夺总冠军的对决的选手都答错了。今天在现场，张鑫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第2个神秘礼物，有请。我们从1000多米用那个杯子把那些气泡转化成的固体的可燃冰，现在就在我们这一箱液氮当中。这样，我找2个人上来跟我们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好不好？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刘宇轩、白书旭，对，你们2个人来。先戴手套，然后我先做前面的操作，你们可以离我稍远一点。哎呦呦，漏了。没关系，那是液氮。哦，是液氮。手可以碰吗？可以，我来给他拿。您给我一块，那给您。我要块大的。您要块大的，好，大的最大这块给您。对，小心烫啊。我好凉啊！小心啊，一定不要长时间在手上。哎呀，这4个指头怎么不能动了呢？并不会冻上，液氮只会把皮肤烫伤。我演一会儿又怎么了？非要戳穿我？拆穿。来，我来给他们看看，谁的手都不许碰啊，都不许碰，可以闻一下。你放耳朵，你应该能听到，呲。啊，我听到了，呲啦啦。听到了吗？听到了。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是这几分钟可能让你们有了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你的感受是什么？来，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因为这辈子可能就只有一次。然后刚才听这个可燃冰的声音，就是特别像小时候吃那种跳跳糖那种。跳跳糖在嘴里释放出气体，您放嘴里啊？我刚尝完，没问题。这个深海甲烷呢？这是没问题。甲烷无所谓。甲烷冰淇淋，你们谁吃过？味道还行，原味的，对吧？我要不然点一下。点。您给我们实验一下。好的。可燃冰，可燃冰，头2个字激起了多少人的想象？今天让大家看一看燃烧的冰块。所
以现在正在燃烧的就是从冰里面释放出的甲烷气体。对，这奇妙的火焰，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深海的一种宝贵的资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块可燃冰，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现在就可以把海底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资源立刻拿来进行使用。关于这个问题，张老师也给我们说两句。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可燃冰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矿产，然后正式进入了我们国家的矿产名目。所以说，它肯定是一种未来的清洁能源，因为它点着之后只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它的资源潜力是无限的，因为它的总储量是现在已知的地球的天然气、石油所有的烃类这些的碳储量的2倍以上，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但是如果说开采不当，会产生一些地质滑坡，地质滑坡就会产生海啸，可能对我们沿海的城市啊有影响。第二个就是，如果开采不当，大量的甲烷在没有经过我们采集的情况下释放到大气中，那可能会引起一个全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灾害。所以说，需谨慎。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可燃冰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国际的前列。我们的团队更多未来是来研究我们能不能采，用什么技术采，它对我们的利弊是什么。科学是双刃剑，所以现在我们面对可燃冰，可以说刚刚打开了它神秘的大门。但是里面究竟还有多少问题在等着我们？科学家们现在正在用尽全力再去探索、去发现。所以也祝愿您和您的团队能够在探索的道路上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谢谢您，感谢张老师，也谢谢我们2位。接下来我们将带着我们2名要继续角逐总决赛冠军资格的2位选手，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猜想团成员和观众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决定他们2个人谁去谁留的答题环节。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稍后的对决，对胜利者来讲还有一次，但是对于失利的那一方来讲，将会止步于此。所以，你们可能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完全在于接下来这5道题你们如何发挥。冒汗。我手也开始出汗了，我手发凉。看了李萧然半决赛那个表现，我觉得真的可能就5-5开了。陈国宇他也不是不可战胜。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的策略基本就是50%概率正水就血。我对战陈国宇的策略是很确定的，我一定不能让他抢到题。请听第一题。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天才。每一个科学家成功的道路可以学习，但无法复制。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天才。线索1，他是欧洲不可多得的科学天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和惠更斯、笛卡尔、伽利略。第一个线索是什么答案？这孩子疯了吧？这就有点乱来了。主要这题什么信息都还没放出来呢，对，这题啥信息都没有。一共4个线索，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个答案是什么，但是那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按下抢答键？这样一道题，陈国宇同学是非常擅长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抢。所以你要抢在他前面，是要赶在他之前，对，不能给他答题的机会，因为你觉得他一旦答题会答对，对，所以你就冒着宁可答错的风险，先砍他一刀再说，对。但是没想到刀掉到地上了，然后就错了。反杀，好好想想啊！你答的是谁？等一下，我让他思考。你可以瞎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肯定不对，应该就是伽利略。这道题如果对了，那就是我策略发挥了作用；如果错了，我也毫无遗憾。
这要是对了，只能说他运气太好了。这不可能对。回答错误。所以答题权将由陈坤宇握在手中。你想听完所有的线索再答？对，这次绝对要听完。第一个线索，他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和惠更斯、笛卡尔一样终身未婚。但注意，他不是帕斯卡。线索2，他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达芬奇应该是牛顿。他和笛卡尔、斯宾诺莎并称欧洲3大理性主义哲学家。线索3，他提出了2进制。并且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制可以进行4则运算的机械计算机。我怎么觉得这题陈坤宇好像不会啊？最后一个线索，他擅长创制数学符号。我们使用的分数符号、比例符号、比较符号、几何图形的相似符号和全等符号、对数符号以及微积分符号体系，都是由他发明的。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完了是吧？说完了。我不应该告诉李肖人应该瞎蒙莱布尼茨的，因为这就是莱布尼茨，就是莱布尼茨。你确定是莱布尼茨吗？我确定是莱布尼茨。你真的这么自信吗？莱布尼茨是一个全才，牛顿和莱布尼茨都声称微积分是自己发明的，但实际上莱布尼茨的主业是一个哲学家，而他业余时间就发明了整个微积分体系，连牛顿后来的符号用的也是莱布尼茨的那套符号。对，正确答案，莱布尼茨。陈坤宇率先加上1分。莱布尼茨还对中国其实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编辑出版《中国新式粹编》，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有传言他曾写信给康熙大帝，建议成立中国科学院，但是有关该问题的物证仍有待后人进一步挖掘。虽然抢答这个字儿里有一个抢，但你要答对，我知道了。对，麻烦你看准了目标再抢，好不好？我没有想要改变自己的策略。没关系，目前落后1分，还有机会。接下来2位，请听第2题。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诸多物质对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科技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大类物质。哎呦，又是这种一大类可不好答了，那个范围。对，而且各种坑啊，这种题。线索1，枸杞、咖喱和紫甘蓝等食物中都含有这一类物质。咖喱、紫甘蓝、色素。色素吗？啊，枸杞啊，我这个年龄的人就非常熟悉了。我们也很熟悉，每天大概要泡个几10杯。枸杞，咖喱，我这个年龄的人。哇，他又来了。对，这太快了，这太快了。你又摁了？对，植物色素。这有点皮吧？有颜色的多了去了呀，不能这样猜。你手咋这快呢？可以是水，但是他说的是一类物质，水不是一类物质。应该是对的。你想再多听点线索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线索第一个往往可能是诸多选项都有的共性，直到后面我们的线索才会越来越缩小范围。所以现在你答的这个东西也许是对的，但也许它跟后面的线索不相符。是的，但你仍然用这样的方式不给他答题的机会。对。这什么策略？就算我经常第一个线索抢，他也不能听到这样宽泛的线索第一个就抢。好，吃一堑，不长一智。答错了。他太防着坤宇了。他可能觉得陈坤宇下一秒就会抢。有的时候人往往输的不是对手，而是输在了自己心中的假想敌。他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他强大到让你如此惊慌失措吗？
你这样的牺牲代价有点大。没关系，让自己放松下来。你不要输给你想象中的陈坤宇了。真实的陈坤宇站在对面，他还没摁下抢答键。不要着急。听完所有的线索吗？啊，听完。线索2，他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伊尔，也就是罗伯特·胡克的导师，在紫罗兰花里首次发现。石蕊应该不是一大类吧？线索3，它可以随着外界某种条件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颜色，对鉴定土地的质量和工农业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我提出异议，我的回答是正确的。稍等，线索4，化学实验中常用它来鉴定溶液的酸碱性。酸碱指示剂。酸碱指示剂。对。这个打法。不，这个酸碱指示剂，我 pH 试纸也是酸碱指示剂。是这样的，酸碱指示剂是一类植物色素。对，但你不能说所有的植物色素都是酸碱指示剂。但是按照前面提的说法，我如果他答出这一类是对的，那应该是对的呀。那要这么讲的话，我可以直接拍我答有机物。对啊。所以为什么我在说第一个线索出来就摁下抢答键是比较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代表了一个比较广泛的指向。但是在这个广泛的指向里，可能通过后面的线索不断的缩小范围，最后确定它的正确答案：酸碱指示剂。再加1分。酸碱指示剂是化学实验中的常用试剂，最常见的是石蕊和酚酞，而枸杞色素、紫甘蓝中的花色苷、紫罗兰中的花青素、咖喱中的姜黄素也都有酸碱指示剂的性质，所以正确答案还是被陈坤宇答对了。所以现在2比0，陈坤宇暂时领先。坚持自己的策略，继续向他施压。本来是可以势均力敌的，但是被李笑然打乱了阵脚，太慌了。还有3道题，加油！来，进入第3题。大自然的美令人如痴如醉，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美妙的自然现象。我可以提示各位，答案只有1个字。雾霾。线索1，骤雨初霁。红。他说啥？啥？彩虹的红。1个字的自然现象，基本上就是红了。对，骤雨初霁，成此景，长与夕阳隔空望。我还可以改答案吗？不能改答案。那行吧，错了。霞，你俩是咋有传染病是怎么着？这从这边就现在传染到你了。你听我念完行不行？我刚诗兴大发，前半句诗还没念完，这边啪红，红啥呀？还绿呢？我觉得他是对的。你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好不好？回答错误。哎呦，就不能听一听吗？这道题该你答了啊！我听完。你听完？对。来，把手挪开，哎，挪开，别着急啊。骤雨初霁，成此景，长与夕阳隔空望。天上形成彩色湖，视角约有50度。从内向外依次数，红橙黄绿蓝靛。等等，那我答的是对的。错，我再说一遍，错。线索4，日光分解得到它，反射折射各2次。它应该是霓虹灯的霓。对，一个说红，一个说霓，我觉得晕。那你说的霓跟他说的红有什么区别？反着的，一个是从里向外是刚才您念的顺序，一个是从外向里是您念的顺序。霓从内向外是红橙黄绿蓝靛紫，
而红恰好反过来。自然界有这么奇妙的事儿吗？就一个是在水滴内反射1次，一个是在水滴内反射2次，然后这样的话，它们的角度分布和波长都是2个是反过来的。哇！一般是红比较亮，因为它是第1次反射在内部，外面有一圈更大的被称为泥，就是里面是红，外面是紫。那什么情况下会产生红？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泥？实际上，只要水蒸气成分够，都会产生，只是亮度的问题。有的时候亮度比较大就能看到，有的时候亮度很小就看不到。其实刚才我们仨说的这3个字，还真的差不多。泥、红和晕，常见的日光分解形成彩色光相关的自然现象就是这3种。正确答案到底是当中的哪一种？祝贺李萧然答对，你得1分。雷雨过后，常有红泥相伴而生，形成类似双层拱门的形状，其中红在内侧，泥在外侧，视角分别约为42度和52度，而且两者色彩顺序相反。受光路所限，看到红泥需要背对太阳，所以它经常会在日落时出现。而晕多为冰晶折射和反射所致，为完整的圆环，内红外紫，环绕着日月。所以大家一定分清楚这3种情况所指代的不同的自然现象。正确答案，你2比1。今天题好难啊！我也觉得太难了，今天题好难了。完了，你们2个蛋疼，越来越紧张了。这道题将决定我们是否还要再答第5题。下一道题要答对，请听题。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被投送到太空中服务人类。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空间设备。空间设备是天文学的范畴，我觉得这可能要完了。它是我国从1977年开始自行研制的系列卫星，一共发射17颗，目前有8颗在轨运行。这颗应该不是北斗，北斗的话我记得好几十颗。气象卫星吧，它是通讯卫星。线索2，2016年12月11日发射的它最新的卫星，是中国首颗地球同步轨道3轴稳定定量遥感卫星。好，还没有人抢。线索3，它的一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是新版的微信启动的。啊，太好了！气象观测卫星风云系列，你确定吗？我不确定，也有可能是高分，但高分的话应该不会在同步轨道。新版微信的启动的背景照片，就那个大地球，那个是他拍的？我不知道啊，这真的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在听到这个线索的时候突然摁下了？我觉得再听也不会有什么用的线索，所以说你不如直接蒙。所以再往下说，你也可能也对，可能也信息量也就这么大了。是的。所以反正脑海中有大概的选择，就试一试。是。这样吧，给你们说完第4个线索，你们自己判断。它服务着我们每天的气象预报。答案：风云卫星。回答正确，恭喜陈坤宇胜出！哇哦！祝贺陈坤宇！所以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强者，大魔王。大魔王。陈坤宇在第4题果断拿下1分，现在比分3比1，他成功的阻击了李萧然继续前进的步伐。李萧然很遗憾，从理论上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赶超陈坤宇了。在最后一场、最后一次对决当中，以2分惜败，现在什么样的心情？我输，我觉得也没什么遗憾，因为每个决定都是我做出来的。然后也特别高兴能和陈坤宇这样的大神同台竞技。你未来会比我更强。我想说，就是我回到猜想团，觉得反倒更安心一点，因为站到上面会有这种比拼的压力，但是下边更多的就是朋友。我希望就算比赛结束了，我也会和大家一直做朋友，一起保持对科学的热爱。
卸去压力，享受科学。有请李萧然回到挑战区。在这个加油向未来的舞台，我觉得除了有比赛，还有很多的知识的分享传递。竞技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科学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科学普及开来。我希望这个节目能一直办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我很喜欢它。加油向未来第4季等着我，加油，继续！我输给陈坤宇是心服口服的一件事情，他在科学素养上也是远远的高于我的。我真的希望他能一直战下去，拿到总冠军。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陈坤宇。他将和稍后林然以及张浩林这一组对决当中的胜出者去争夺本季的总冠军。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坤宇回到备战间，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棒棒，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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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才林然一直是很轻松的状态看你们比赛的，所以当你回来的时候，我感觉他又开始慌了。我也觉得，您他刚才是这样的，他现在已经开始这样了，所以你的身体语言特别容易出卖你啊，对吧？啊，加油，来吧，看你们的了。好的。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接下来，我们要把这2个对战台留给我们的另一组对决的选手。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生身份的选手了。但是因为参加加油向未来的原因，就好像让我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对科学、对知识有着最真切追求的学生年代。也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原因，我会觉得说科学这个词语已经会与我的生命有着永远不可分割的联系了。我希望能够借着最后一场的机会，把我自己对科学的理解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不管结果怎么样，不留遗憾，加油！来吧，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好，浩林，我看好你啊。参加加油向未来，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有趣的尝试，一场特别的体验。一路走来，学到知识，传递思考，许多朋友，一点感受。今天，希望我们可以一切圆满，没有缺憾。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2位。2位即将要开始这一轮的争夺，而这一轮争夺的胜者将能够留下来继续去和陈坤宇争夺本季的总冠军。2位如果准备好了，就带着你们的自信走上对战席吧。林然、张浩林面对彼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决赛了嘛，希望我跟张浩林给大家一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享受科学的过程，对，享受答题的乐趣。林然为这场比赛做了很多努力，也放弃了很多东西。我希望他能打出他心中没有遗憾的一场比赛。没有遗憾的比赛，他放弃了什么？他放弃了他的工作。啊？真的吗？对，我来之前1天是我在我的工作的最后1天，是因为这个节目吧，给了我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契机去思考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其实第1期来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为了今天的决赛，全力以赴的准备。对，也就是说，不给自己留遗憾了。留遗憾。再次把祝福的掌声送给2位，希望你们今天有好的发挥。加油加油！浩林经过上次了之后，肯定对我有非常多的了解，他应该也是做了非常多的部署和准备。
同样，两位将首先面对一道实验题。在我们身边，有太多被我们熟悉的现象，被我们熟悉的场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经历，可能你本身并没有觉得这当中有什么意义。然而，当有一天情况发生变化之后，你会突然知道，从前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些东西是那么的珍贵。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年轻人说，其实未来就在你的双手当中。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可能他要付出比你们多1000倍甚至10000倍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我们接下来这道实验题的实验员林安路，有请。大家好。安路你好。你好。我在跟安路完成这一次不一样的握手，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于安路来讲是要付出很多努力。而最终，当这个动作能够真正用你的能力去让它实现和完成的时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我建议我们再用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欢迎安路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呢是跟安路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安路现在完全不知道你们来北京了，是吧？不知道。我们就坐在这里好好的看一看，这快1年没见了，女儿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吗？变化大哟。变化大。我们能够看到，安路是用一个带有人工智能自主计算能力和运动能力的义肢。对。是什么时候要开始用的这个义肢？接触这个智能义肢是在半年前。如果按100%这样一个比例来算的话，你觉得现在它在多少的程度上已经能够和你融为一体？在70%吧。对。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对。它是需要经过反复的康复训练，不断的去磨合。自从接触了这个智能义肢以后，就是在我的生活中给了我挺多帮助的，也让我去学到了一些很多精细的动作。就是我一直从小都比较热爱音乐，自从佩戴了这个智能义肢之后，它帮我完成了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些就是坐在钢琴前面弹钢琴的那些女孩，我就觉得特别羡慕，特别有气质。我以为我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佩戴了这个以后，它却给了我一次圆梦的机会。我在这半年中跟他磨合，这段期间我有练习钢琴，导演组他们有在帮我记录这些。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小热爱音乐的我，尤其喜欢黑白琴键发出的美妙声音。不完美的肢体也不能阻止我追求梦想的脚步。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用双手弹奏出属于自己的音符。今天，我终于得来了这次机会来实现我的梦想。安装新义肢后，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轻松。义肢自身的重量成为我圆梦路上的第一个阻碍。我知道，我即将和他度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磨合时期。很沉，比我练的比之前那个要沉是吗？很重，看肌肉瞬间的。为了能够完成双手弹奏，我加倍的努力，加倍的练习，渐渐地适应了义肢的存在。可新的困难又来了，义肢根本不会按照我的意识精准的工作。去花时间去想这个，然后再去想部分，然后再去想琴键，我整个人就感觉那个弹钢琴不要弹出一曲钢琴的，只要弹出声儿已经很棒了。
松，完全别用力了，然后五指张开。他要在这边的话，我就不好张开。这样。你其实现在就是个心理作用，因为你现在这边没啥变化，但一有它反馈之后，你自己就容易乱。我尝试把一只当成身体的一部分，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学着跟它相处沟通。终于有一天，我可以操控一只的每一根手指，但随之而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从没接触过钢琴的一只手指去掌握弹钢琴的力度和技巧。这或许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此时，我的状态也跌到了低谷。握拳。因为心中有梦，让我始终相信，只要是没打败我的，终将会让我成长。这是一个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的过程，我们无法去体会到小鹿所经历过的每一点痛苦。但是，经历了所有这些艰辛过后，现在的结果是让人欣慰的。你已经可以弹奏出你梦寐以求的美妙音乐了吗？是的。有没有可能今天在现场，让我们所有的人分享一下你带给我们的动听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加油向未来》为安陆准备的这个特殊的舞台。加油！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我们不光为安陆准备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演奏的舞台，我们还为安陆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助力他圆梦的艺术家。掌声欢迎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谢谢谢谢谢谢。这对你来讲会是一份特别的惊喜吗？会，很激动。安陆真的是让我很感动，真的很了不起啊！在这么快的时间能学得这么好。但是我能体会到安陆内心，正因为这个梦他做了20年，真的希望有一只右手能够配合着他的左手，弹出他喜欢的钢琴曲。所以当他终于有一天发现这个梦原来是可以实现的时候，他会比所有人都更加珍惜这个梦的机会。所以今天在这里，安陆将用他这半年来康复和训练带来的圆梦的这样一刻，和郎朗一起为我们带上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有请郎朗，有请安陆。各位部员准备，好热啊！温度已调低。你好聪明啊！谢谢夸奖，我还会找美食、背古诗、说笑话、查天气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
第一个音符起来的时候，我浑身的鸡皮疙瘩就一下子，因为今天这个版本，我听到了梦想的样子，我也听到了生命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次合奏，真的最令我感动的。我实际挺心疼的，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排练结束以后，我就不小心的看到了，就是他的这个皮肤啊，这边就全都是红的，就是我真的很感动啊，很感动。我相信今天可能只是你梦想的又一个新的开始，你真正能用双手弹钢琴了。而未来也许有一天，你的双手给我们奉献的还会远远超过今天的惊喜。继续加油，安陆！加油！再次掌声感谢国际钢琴大师郎朗，今天来到现场助力安陆的圆梦。安陆要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也送给他心目中最喜欢的钢琴家郎朗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安陆要用他自己这只智能的一只和郎朗比出一颗爱心，更是一颗充满了梦想、向着未来不断前行的决心。再次感谢郎朗，也谢谢安陆，谢谢。谢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智慧和机械的结合，能够让人的梦想得以成真。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随着更精密的仪器制造行业的发展，我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安陆能够借着科技的力量，让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请各位接受问题，并发送猜想。这是一道和手部动作相关的题目，请问以下哪一个手势是目前安陆所使用的智能义肢可以完成的 ？A. 图1的手势 ，B. 图2的手势 ，C. 2个手势都能完成。图2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只放在钢琴键上的右手，只有无名指是翘起，剩下4个手指头全都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无名指翘起来，我就不行。这个动作连常人都完成不了呀。我们正常人也做不到啊。请亮答案。张浩林选了 C， 林然选了 B。为什么是 B？ 是在我们自己健全人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是通过神经和肌肉的连接完成的，而在义肢的这个上面，感知身体里面过来的电信号，最终把它学习成为手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传递出的电讯号，这是机器很难学习完成的一个状况。而我刚才在这个30秒的时间里面，我自己试着做了一下这个 A 的这样一个动作。如果不借助这个外力去扳的话，我自己是做不出这个动作的。也就是说，我自己的神经中枢无法产生 A 这样的一个电信号。而我试了一下 B， 我的脑海里是可以产生这样的电信号的。所以我觉得 A 这个机械手臂也没有办法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过程来完成，这是我的想法。我猜林然啊。我觉得我脑海里可以很自然地设想一个信号或传递一个信号，做一字马，我这辈子做不出来。我做不出来，但并不妨碍我大脑可以产生这样的信号。所以也就是说，林然他刚才试了一下，说他手做不出 A 这个动作，但并不意味着你大脑产生不了这样的电信号。对，因为我们做不了这样的信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肌肉是关联的。对，是的。你做不出来，是不是所有人都做不出来呢？你看，他就能做出来。浩林，我见过那个义肢的模型，就我对那个模型的观察来看，每一根手指的
驱动原理是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手的话，可能会做不到；但是如果是大脑指挥机械臂的话，反而可能会是能做到的。这道题目，各位都是站在自己对于人工智能义肢的想象的这个层面上，究竟人工义肢能够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多大程度上受控于使用者的大脑？我们首先验证选项 A。我们接下来验证选项 B。正确答案 C， 两个都可以。张浩林加上1分。关于这项技术，刚才我们大家都说了很多你们所了解的信息，但今天我们也把这项技术背后的团队的带头人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哈佛脑科学中心博士谭必成，有请。谭博士你好。哎，大家好。你好。哎。大家好，我叫做谭必成，是安陆刚才所佩戴的智能假肢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也是发明人之一。欢迎你。刚才关于这道题目，大家有很多争论，主要争论就是选 A 的人。选 A 的人认为这个动作平时我们做起来都非常困难。对。这个人工智能的义肢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我们来控制我们的手指的运动，是用我们的前臂和手掌上的肌肉和肌腱群来去控制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这4个手指头有时候无法单独控制呢？是因为我们除了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其实是共用了一个肌腱群，但是小指和食指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肌腱。所以说，我们的无名指和中指会比其他2个手指更加的不灵活。但是为什么安陆就能做到了呢？因为大家要知道，安陆去控制每一根手指，它所想的和它肌肉发出的信号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它控制食指的时候，它其实是想象它的手腕在往里翻，当它把这个感觉记住了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变成了安陆它自己的控制食指开和张的方法。所以对于安陆来讲，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他的大脑和肌肉之间建立起一套他自己的语言系统。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过程的难度。对于我们来讲，学这个钢琴曲可能只需要几天甚至1周2周的时间，但是安陆就需要花整个半年的时间去熟悉这种感觉，所以其中付出的艰辛其实是非常大的。对于安陆来讲，他现在确实是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康复的过程。但是这样的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一定属于那些有毅力、有信心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背后科技的支持。我也相信我们的人工智能义肢绝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它一定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的再往前进。双方共同的努力，安陆本人加上我们的技术，一定会在未来让安陆能够开发出它的这个义肢更广阔的潜能。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安陆通过你们的科研努力去实现梦想。是的，谢谢，谢谢，谢谢你和你的团队，谢谢。2位经过了这道实验题之后，张浩林目前以1分领先。觉得1分的优势其实不算什么，重要的还是在线索题里。接下来，请2位以及现场所有的猜想团成员跟随我们一起进入答题环节。加油！加油！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3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走到这一步，就剩下5道题了。5道题过后，今天的第2个悬念也将揭晓。所以2位，希望你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凌然上一次跟张浩林对的时候5比2，对5比2。浩林本来的策略就是等别人先抢，错了之后自己再慢慢想明白是什么。浩林如果不换策略的话，胜率肯定会低得可怜。请2位做好准备。
令人很紧张，可是动作都已经僵了。听我们今天第1道题的题面，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生物学的名词。线索1，人为对其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操作，使其在动植物育种、食品、能源、医药等方面应用广泛。DNA 啊，尤其对人类遗传病的诊治会有巨大作用。对，你看人类遗传病、遗传信息 DNA。转基因还是杂交？基因吗？线索2，一项与曼哈顿计划和我听了第一个线索了之后，差不多，我觉得它的方向应该就是在遗传方向。然后听到第2个线索，他说曼哈顿计划，我就知道这个应该说的是基因。林然，基因。基因，基因是人体的遗传物质，在 DNA 中一段能够编码成为人的某一个性状的那一段叫做基因，然后它在各种各样的这些食品啊、能源啊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与曼哈顿计划能够相提并论的，应该是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基因。线索2是一项与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称为3大科学计划的浩大科学工程，揭示了人体内关于它的秘密。正确答案：基因。林然加上1分。我把后面2个线索也给大家念完。线索3，它含有构建有机体所必需的遗传信息，生物体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生命现象几乎都和它有关。线索4，它的中文名称得益于谭家珍先生的生动的音译，因为在英文当中它是 gene， 所以谭家珍先生把它译成基础的基、因子的因，其实也恰好揭示了它生命的基本因子这样一层含义。它的化学本质是核酸。祝贺林然，现在扳平了啊！2个人再次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接下来，我觉得要再稳一点吧。预计后面几道题应该是属于比较难的一个状况了。我觉得比分追平了也挺好，大家可以放平心态去完成接下来的几道题。好利数快一点。请听第2题。物理学和材料学的发展带来了电子技术的进步，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类电子器件。线索1，它是所有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础的单一元件的统称，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视机和电脑中。线索2，它常见的组成结构之一是具有单向导电性的 PN 结。2极管。不是，真的不是2极管。这时候我差不多知道林然要说2极管，但是我觉得答案应该不是2极管，他答的这个元件太窄了一些，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落在更宽泛的范畴里。为什么呢？我们对半导体的利用就是源自于这个 PN 结，是从一端到另外一端，然后它要达成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能够让这个电流只往一个方向通过，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2极管。恭喜你答错了，晶体管吧？对，晶体管。在我线索2还没说完之前，林然摁下了抢答键，并且回答了2极管。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回答错误。答题权现在交给张浩林，请继续听线索。它常见的组成结构之一是具有单向导电性的 PN 结，它的发明者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共同荣获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晶体管吗？对，晶体管。晶体管。线索3，它具有尺寸小、寿命长、效率高、发热少的优点，因此取代了电子管，在计算机小型化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林然在点头，我想他可能已经大概明白自己犯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了。线索4，
它常见的类型包括2极管、3极管、场效应管等。说到第4个线索的时候，我就觉得坑啊。它取代了电子管。过去的电子管跟大灯泡一样，呀，多极管。多极管。单向器。我说不光2极管，还有3极管。他说多极管。它取代了电子管，所以你就想，如果电子管是第1代产品，那么第2代产品的命名会叫麻管。啊？数码管。数码管。完了，不能想了。看来你是真不知道。非常遗憾，张浩霖也没能答出正确答案。正确答案，现在你知道了吗？晶体管。晶体管。非常遗憾，2位都没拿到分，现在还是停留在1比1。请听第3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晶体材料。晶体材料是在化学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小分支。这道题的答案我应该是知道的。线索1，它是已知硬度最大的几种材料之一。该晶体纯净时呈透明状，可用于首饰的制作。2氧化硅晶体。No， 2氧化硅就是玛瑙嘛。2氧化硅可以用来做首饰啊。水晶的主要成分也是2氧化硅，然后做出来就很漂亮，晶莹剔透的。你的回答是2氧化硅。我心里面就觉得他说应该对了。回答错误。主持人说错了，我觉得也是有点惊讶的。这2氧化硅很明显不是最硬的，最硬的几种是什么氮化硼啊、碳化硼啊、碳化硅啊、金刚石啊这些玩意。林然继续答题。该晶体具有与钻石相近的折射率和热导率。水晶。那个水晶的硬度比较低。线索3。2018年8月，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制完成的4.03米口径高精度非球面反射镜，用的就是这种材料制作的。反射镜用什么？这是真不知道。线索4。法国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亨利·莫桑曾发现由这种材料构成的陨石，后人将其命名为莫桑石。这不还是不知道？ 4个线索已经全部说完，请林然作答。其实刚开始说晶体材料，我脑子里就这个吧，石英。啊？石英就2氧化硅，你想啥呢？石英啊，可以做首饰。我真的是不知道做首饰有什么，我只能大概想一想，可能做这个镜子的是啥？那我只能想到石英。石英。 答错了，也不对。我觉得应该是硅晶。不对。今天题好难啊，有没有觉得？好难。今天你俩是咋的了？这是。很遗憾，林然也没能回答正确。正确答案：碳化硅。什么鬼？碳化硅。那这真没人知道去。这，主持人说碳化硅，我就真的觉得这题你出的也太难了吧？今天的题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碳化硅在科研、工业以及军事上具有重要用途。我国已具有自主研制和生成该晶体材料的能力了，打破了国外多年的垄断。请各位记住，它的名字叫碳化硅。很遗憾，两位仍然还是1比1。请听第4题，请各位告诉我，跟这些线索有关的物理学家是谁？
线索一，他曾提出非对角长程序的概念，统一刻画超流和超导的本质。不知道。深入探讨磁通量子化的根源，成为当代凝聚态物理的一个关键概念。麦克斯韦吧，麦克斯韦方程组。脑袋里嗡嗡嗡嗡嗡。第二个线索，他曾发现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矩阵方程。后人发现该方程与扭结理论、辫子群乃至弦理论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将该方程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今天什么题啊？听都听不懂，这2条线索念了就跟没念似的。来，答案是什么？我真不知道。线索3，他曾与合作者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后来学者们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标准模型，实现了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与强相互作用的统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有10几位。我猜杨振宁，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对，57年诺贝尔奖。那个夏老师，不好意思，我已经忘了这是要猜一个啥了。说晕了。我真的有点忘了。物理学家的名字。灾难啊！好了，如果前面这些不知道没关系，最后一个线索，请注意，这个线索你们应该知道。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啊，杨振宁啊，对，是杨振宁没错。与他同窗的李政道。哎呦，我的妈呀！毕业于西南联大，与李政道一起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获得了1956年诺贝尔奖。杨振宁。回答错误。啊？明明是1957年诺贝尔奖，杨振宁。哎，看我说对了，吓我一跳。人生的大起大落。不错，这段历史关于中国科学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以及这一段过往的科学历史，他还是了解的。把掌声还是给林然。毕业于西南联大，与他的同窗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当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因此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先生。除了李政道之外，杨振宁与邓稼先也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为科学、祖国和人类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也值得我们记住。现在林然暂时领先2比1，最后一题。最后一道题，我想的是稍微快一点抢吧。请注意，就看谁能够在这一题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来为自己获取最后的机会。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元素名称。简单。线索1，它的单质具有典雅的黄色。硫吗？是硫吗？质地柔软，延展性好。黄金。金。价格昂贵。我觉得我再不抢，林然就要抢了。这道题就看看运气吧。我觉得就是金。会那么简单吗？我也不知道。不对吧？确定是金。嗯。不是黄金。不是。金也是我脑海中飘过的这样一个金属。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改不改？不改了。
回答错误。张浩林回答错误了，其实心里面蛮为他遗憾的。黄色的一共就2种，一个金一个色，他想拿色呀。从理论上来讲，林然已经获得了胜利，以2比1目前领先的优势，把自己送入最后总冠军的争夺。我还是希望林然能够接过这道题的答题权，把它回答正确。好，请听后面的线索。线索2，它可以和另外一种具有亮丽的黄色、质地柔软、延展性好、价格昂贵的物质发生反应，生成一种透明物质。线索3，它是第6周期的元素。第6周期元素，第6周期里确实有金呢。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甚至自燃，自己会烧起来。这么活泼的话，应该是第1种族的呀。那就是色。线索4，它有多种同位素，其中一种的原子基态中，2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辐射电磁波的周期是91.92631,770分之1秒。该性质被科学家用于定义单位秒和制造原子钟。色原子钟。第6周期元素放在空气中自燃，它是一种活泼的元素，所以应该是在第1族。第1族的话，氢、锂、钠、钾、铷、铯，所以这个元素应该是铯 CS。所以铯原子钟也是我国用于授时的一种方法。给林然加上1分，祝贺林然回答正确。铯，单质的铯金属性极强，甚至可以和金都发生反应，生成透明的半导体晶化色，令金呈现-1价。恭喜林然进入最后一轮和陈坤宇的角逐，2个人又一次要面对面了，不容易，不容易。掌声先送给张浩林，一路走来，作为我们现场24位猜想团成员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也给我们展示了在科普的工作岗位上一个女孩子她所承担的这份责任感。所以也希望离开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你的科普不要停下来，继续带领着孩子们在科学的殿堂里去享受快乐。好，谢谢浩林，谢谢你的参与。请浩林回到猜想席。来参加加油向未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学到了一种包容的态度，接触到了各种性格特色呀，各种不同专业领域的朋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拓展，然后了解到不同的领域。在科普上，我觉得我学到的应该是怎么把一件事情说得更通俗易懂，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浩林，不好意思，加油！有什么想对进入最后总决赛争夺的林然，以及此刻还在备战间的陈坤宇，他们2个人想对他们说什么？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希望你们最后都是开心的。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又是一场精彩对决，林然将会面对一个他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的影子。2个人将在本季的加油向未来舞台上第2次面对面站上对战席，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要争夺的是这一季加油向未来的总冠军。掌声有请另外一位争夺者陈坤宇。
决战一触即发，究竟谁才是最后的王者？是陈坤宇继续封神到底，还是林然厚积薄发？稍后为您呈现一场强者间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来自清华的超常少年陈坤宇，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力压人大附中年仅16岁的李萧然，首先成为冠军候选人。而环境工程学博士林然一改冒进策略，在比赛中势如破竹，最终战胜了博科大才女张浩林。至此，林然与陈坤宇再次狭路相逢，双雄对决，谁将是最后的王者？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又是一场精彩对决，林然将会面对一个他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的影子。两个人将在本季的《加油向未来》舞台上第2次面对面站上对战席，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要争夺的不再是单期的科学猜想王，这一次他们将要争夺的是这一季《加油向未来》的总冠军。掌声有请另外一位争夺者陈坤宇。林然，我把陈坤宇给你带来了。终于等了好久了。第9期昆明首战，花椒吧，加上1分。氨基酸，回答正确。我猜汞，万一是镓呢？这题一定是汞，就是汞。是暗物质，答对了，加上1分，3比3平。两人比分你追我赶，直至杀入加赛题。尼尔斯波尔，正确答案，尼尔斯波尔。以1分之差分出胜负，贡献了一场强者之间的高能对决。昆明再战，惺惺相惜，燃起一场理性派对战感性派。陈坤宇、林然巅峰对决。掌声有请陈坤宇走上对战席。两位做好准备，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大实验。小尼给你展示2幅艺术品，这是一位画家临摹的这个梵高的名作《星空向日葵》，但是他所用的颜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尼可以用手触摸一下这个油画，他所用的这个颜料，没有什么不同啊。哎。它的肌理非常真实，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感觉真像油画一样？它就是油画呀，是吗？从这个角度看，但是各位，星空呢？显示屏。哇！来，请各位跟随我们到展厅的这一侧。哇！这是完全透明的一个显示屏。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展示这种显示产品的神奇之处。我说3、2、1，咱俩一起打开啊！3、2、1。哇！这是传说中的，等一下，这是我在概念图里看到过。柔性显示屏。哇！我天！看，大家可以看。哇！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我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点材料。它的屏幕部分的重量比一颗乒乓球还轻，而且它实现了显示材料自发光，不再需要背光源，使产品真正具有了主动发光、快速响应、超薄、柔性等特点，颠覆了原有刚性显示器的产品形态。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
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发送猜想。以下哪一种方式可以让柔性屏停止显示 ？A. 把柔性屏放在煮沸的热水中煮30秒。B. 用2毫米直径的金属细棍儿把柔性屏完全卷起来。C. 用液压机对柔性屏施加4吨的压力。这是真不知道了。D 都不行。看看大家的选择吧。 2位选的都是 D， 认为这3种方法都没办法摧毁柔性显示屏刚强的意志，为什么呢？你看这样一个塑料基底的半导体显示屏，它基本上对水是密封的，所以说防水性能不用考虑。然后就是你看100度的高温有没有可能损伤半导体器件和塑料中的任何一个？至于 B 的话，柔性显示屏嘛，它既然说是柔性胶，有一点柔性的尊严，直径2毫米可是很大的。 对，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它的应力问题而崩掉。至于 C 的话，我说对于一个固体，只要说它结构不是不均匀，它产生的内应力相对均匀的话，一个4吨或者10的4次方牛量级的内应力，可能不足以损坏它的结构。所以你认为这3种情况应该都是这个科技能够抵挡的？主要还是我对它的质量有信心，以后还要买呢。 它的这个感光性是来自于这个量子级别的，所以如果是量子级别，给它加这个液压的这个4吨的压力和这个卷曲的，应该不至于在这个量子级别能给这个排列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而柔性材料本身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个4吨的压力以及这个卷曲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它可能柔性的材料和感光材料2种是分开的，柔性负责柔性，感光负责感光，所以我觉得 A 应该可以。他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试一下吧。来吧，来，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验证答案。好，水已经开了，马上就要下水了。哎呦呦呦呦！哎呦，心疼哎！30秒计时开始。28、27、26。 屏幕显示有变化吗？没有，安然无恙。3、2、1，经受住了30秒100度考验，真厉害，厉害！30秒钟完全没有问题 ，A 答案排除掉了。 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实验员用这个直径2毫米的钢丝把它卷起来。以我跟小尼的观察，从背面好像看见它还在闪烁，正面会怎么样呢？我们打开来看。最后一个水压机，4吨的压力啊！来，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操作。好，马上水压机就要接触到屏幕了。这个我觉得有点悬，1吨了。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到4吨是吧？到4吨，也就是在5的下面。悬啊！哎呀，这到4吨了吗？
快了，快了，快了，到4吨了。目前这个范围内看上去是没问题的。啊，松开了，完好无损。液压也没事啊，妈呀！有的材料加压的时候不怕，怕的是它撤压的那一瞬间，尤其是脆性材料。对，金刚石，哎。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在加压以及撤去压力的过程中表现的都非常稳定，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正确答案，恭喜我们2位擂主各加1分。其实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暗藏的玄机，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科学家来为我们现场解读。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欧阳中灿先生。您好，欢迎您。大家刚才看到它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抗高温、耐压、耐卷曲，它为什么能够集众多这种特质于一身？这个柔性就取决现在这个柔性屏支撑它那个基板啊，我们叫 PI， 这个是塑料板，它的厚度10微米，比头发丝儿还细，应该是。这个就是它的基板。那在上面做有机发光，做各种半导体管，加在一块，0.03毫米，比纸还薄。哇！最难的特点是要保持这个基板，10微米。它在什么地方做呢？是在京东方成都6代线做一个板石，1.5米乘1.8米，它也是在玻璃上是玻璃基板。这玻璃基板虽然很薄，但是0.4毫米也已经算厚了。它只在上面涂一层叫做玻璃胶，让它变成固体了，再加 PI 溶液，这个技术是非常高的。京东方，它有3000个工程师，解决了4万个难题。给这些年轻的工程师点赞。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前辈，也要感到欣慰。年轻人们正追随着我们科学家的脚步，为中国真正实现成为一个技术强国而努力。好，谢谢欧阳院士，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刚才欧阳院士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技术背后他们的解读，更重要的是思考。所以接下来，请2位跟随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以及我们这一季《加油向未来》最后的科学旅程。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我们最后给2位准备了6道题，而这6道题当中，前3道题是小型的科学实验题。是的。我们问完问题之后，将会告诉各位选项，然后由我喊开始，2位才能进行抢答。抢答到了之后，如果答对，请注意你得分；但如果答错，我们不再交换答题权，直接把分数加到对方头上。陈坤宇基本上是无死角，挑不出什么弱点的。他虽然自己调侃自己说手速慢，其实手速也不慢啊。我跟他面对面比过，我希望我能够自己抢到的更快，我要在他之前先答题。从线索题改成这个纯手速的题，而且自己答错了，对方直接得分肯定有影响。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个物体不会被女铁棚磁铁排斥 ？A. 黄瓜 B. 石墨。不会被排斥，就是说不管是吸过来还是不动都可以吗？那肯定是黄瓜呀。C. 5毛钱硬币。毛要被吸起来。开始。哇，林然手非常快。哇，林然凭借手速拿下第1个抢答权。我当时也想着，但手没林然快，我看他能不能选对吧。女铁棚是一个磁性的一个物质。B. 石墨 ，C. 五角硬币，应该都是一个磁性的物质，而黄瓜有机物应该跟磁性的关联没那么大，所以我选择 A 黄瓜。
是这样的，磁性分3种，基本所有物质都有磁性，叫顺磁、抗磁和铁磁。顺磁性是在一个外加磁场下，这种物质会被诱导而产生一个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抗磁是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磁场。铁磁与这2种不同，会产生一个极强且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所以说，你们看磁场相同吸引，磁场相反排斥。所以顺磁性的物质会被吸引，然后抗磁性的会被排斥。一般来讲，常见物质都是顺磁的，只有说基本所有层电子都成对了，才会是抗磁。我觉得它应该是正确的吧？你认为哪一个是顺磁？好像铜是顺磁的，所以你认为是5毛钱硬币？可能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来验证到底 A、B、C 3个选项哪一个不会被排斥。我们先是 B 吧。好，因为2个人有点争议的是 A 和 C。我们先看石墨。它被非常清晰排斥了，所以要么是 A， 要么是 C。林然选的是 A， 所以我们验证 A 吧。林然，看我的手。准备好迎接你的答案了吗？哎呀，吓死我了！你这个就是磁铁系黄瓜，在我脑海里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紧张，说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发生。瘦了。完全没有碰到，没有碰到，怎么可能？尽管速度很慢，可是我还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黄瓜和磁铁之间产生了排斥。再来看看 C， 5角硬币。这距离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正确答案 C。抱歉，林然选了 A， 错误，所以这一题自动给陈坤宇加上1分。陈坤宇目前2比1领先。就像刚才坤宇说的，有些物质它是有抗磁性的，就是说在磁场中会受到排斥的作用。但是这个跟磁铁之间的同极相斥是不一样的，它不管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会排斥。比如生活中常见的水，它就是抗磁性的，多数有机物也是如此。因此黄瓜可以被磁铁排斥，而石墨的抗磁性更为显著，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跟陈坤宇的比赛肯定是你追我赶的，所以他领先1分，我领先1分都很正常。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第2道实验题，请听题。目前已知最早的录音装置是法国人马丁维利在1857年左右发明的，它能够把声音的波形记录在一块玻璃板上，但是它只能留声，也就是录音，但它不能播放。而1877年11月21日，爱迪生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发明的世界上首台又能记录又能播放的留声机。他用这台留声机录下了世界录音史上的第1声，一段8秒钟的歌词。请问，这段声音被记录在什么材料上呢？ A. 纸张 B. 金属箔。现在的留声机就是金属箔呀。那以前那是塑料哎。C. 塑料。塑料。塑料肯定。D. 钢丝。开始。我拍了，我拍了。好，坤宇摁下了抢答键。
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因为我知道最早的录音机是钢丝做的，所以我猜是 D 钢丝。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们仿制的一个简易版的当年的1877年的爱迪生留声机，马上揭开这个问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究竟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来，3、2、1，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很明显，是金属箔。正确答案 B 金属箔。漂亮，对了。它是在一个把金属箔覆盖在了一个带螺纹的塑料管上，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小型泡面的纸杯，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笔芯。这种我见过，刻针型。来，实验员有请，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笔芯该怎么安装。这其实用的都是家里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不是要对着那个桶说话什么的吗？是要说啊？你以为我这么喊它就能留下来吗？小尼，你试一下啊，一定要用1877年当时的那8秒钟的歌词，用力喊啊，因为震动要大一点。加油！小尼，艾先生已经跟你说 OK 了。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还原爱迪生当初是如何记录声音的。预备，开始。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哎，脑仁疼，头疼。最后放出来的声音是疼。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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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还回到原点了。刚才这个笔尖儿，它刻录下来的这个点，就是在螺纹上面一点一点的就记录了我的声波。所以当年爱迪生1877年就是用了这样的金属箔，有深有浅，有深有浅，然后间隔也有密有疏。对，根据这一理论制成了留声机。两个人果然是好朋友，互相送给对方1分，给林然加上1分。2比2平。好朋友。我希望陈坤宇能加油吧，别再送分了。实际上，林然一直挺紧张的，不管对面是我还是侯林，他都有点紧张。接下来第3道实验题，请听题：一块铝板中间有一个孔，我们加热这块铝板，孔的大小会有如何的变化？加热金属环中间的洞会扩大，变小。A 变大。B 变小 ，C 不变。开始。啊，谁抢吗？陈坤宇抢到了这题。扩大。加热以后，圆孔也扩大。是这样的，你想象它只有一根线，然后加热之后这根线伸长，这样的话，因为它依然保持一个圆形，所以这个圆扩大了。好，实验验证。我手中有一个金属球，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金属球，它刚好能卡在这个口这儿。如果缩小，金属球就拿不出来。是的。但如果变大，金属球会掉下去。来去自由。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对这个铝板进行40秒的加热。计时开始。扩大，一定要扩大。我觉得不变。稳了，稳了，稳了，稳。还剩多少？5秒。4、3、2、1，撤火。
大，一定要扩大。哎，圆孔扩大，祝贺陈坤宇拿到1分。加热之后，原子之间的距离就变大了。想象一下，内径的这一圈是一圈的铝原子手拉手在一起，加热之后，它们彼此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哦，相当于手拉手的人手变长了，周长变长了，对，自然它这个圆的面积就会变大。这个舞台应该是属于他的。出来这些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驾驭不了的。还剩下3道题。凌然，你放弃了吗？对，我这2道题我已经没再抢了。其实我是觉得坤宇的可能正确率稍微高一点，所以我后面我已经没再抢了。我希望你现在拿出你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对我们这一季总冠军应有的尊重。加油！加油！加油！凌然，现在请拿出你的状态，不能再给陈坤宇留机会，否则自己要翻身就太难了。是的，这道题是关键。第4题，银朵，听说过吗？啥？什么？口字旁一个引，口字旁一个花朵的朵，是一种芳香族化合物。银朵乙酸。具有特殊的气味。银朵及其同系物和衍生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以下各选项中，其气味来源与银朵类物质无关的是 ：A. 鱼腥草的特殊气味 ；B. 动物粪便的恶臭味。我觉得肯定不选这个。C. 茉莉花独特的香气。开始。银朵这道题出来了，它其实跟化学生物有那么一点点的关联。凌然，这道题我选 B 吧。你错了。动物粪便的气味，我觉得应该是跟胺类物质有关，然后其他2个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生物体内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应该是跟胺类物质相关，蛋白质代谢产生的胺类物质造成的动物粪便的气味，所以我选择 B。我唯一确定的就是 B 是不对的。嗯？你是说 B 是跟银朵有关还是无关？有关啊，有关。因为银朵是世界上最臭的物质之一，对它最广泛的描述是有一股粪臭味。银朵具有特殊的气味，且因浓度不同，给人带来的嗅觉感受有天壤之别。浓度高时有恶臭，稀释到很低的浓度时，则有令人愉快的芬芳。银朵的衍生物还包括色氨酸、植物生长素、一些色素等。相应的生物碱还可以做医药用途。鱼腥草的特殊气味主要源于鱼腥草素，此外还有一些铜、硒、醇、酯类物质等一起形成复杂的气味，所以鱼腥草的特殊气味它与银朵无关。正确答案应该是 A。这个是我解释完了之后，发现又错了，又给陈坤宇送了1分。请听第5题：在阳光下观察物体的影子，以下哪一种几何体不可能得到5边形的影子？得到5边形的影子。A. 三棱柱形 B. 金字塔形 C. 正八面体。开始。我选 C 正八面体。对，我也觉得是正八面体。为什么？是这样的，你考虑做一个比较大的截面，能不能截它5个面，得到5个边，这样是正5边形。然后三棱柱的话，应该是截2个底面。哎，等会儿，我好像想错了。5、4、3。哦，对，金字塔形，它一共就5个面，不可能截出来。金字塔形吧。B. 金字塔形。正八面体投影
只能看到4边形或6边形，没有5边形。正确答案就是 C， 正八面体。充满了戏剧性哦。坤宇，真的，这应该给你上一课。如果你认为是正确答案，应该坚持到。不是，是当时的确没想明白。恭喜林然，得到1分，4比3。其实有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由于正八面体的对称性的限制，它的投影图形肯定不会出现奇数的条边。请听题。地球表面是曲面，需要经过一定的几何变换才能在平面地图上表示出来。目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莫卡托投影法。在该方法得到的地图上，选取2个大小相同的方格，一个在渤海附近，另一个在南海附近，则2个方格代表的实际面积大小的关系是 ：A， 两者大小相等 ；B， 渤海那块更大 ；C， 南海那块更大。越接近2极，变化越大。请抢答。我知道那投影是啥，所以我直接排了。是渤海那块更大。然后孟卡托投影法，我只知道一点，就小时候看那种方的世界地图册的时候，会感觉俄罗斯好大呀，就不像是只有中国的不到2倍的样子，感觉像能放下3、4个中国。就是由于这种投影法从球面往平面做投影时造成的偏差。把这个地球啊，它等于说是把它撑开以后放在一个圆柱体上，然后圆柱体再展开变成一个平面。格陵兰岛在这样的地图上显得非常大，但是如果把它投射到真正地球上、地球仪上的时候，它的面积就会非常小。哦，等等，我可以改答案吗？不能改答案。所以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我国南海的面积也比地图感官上看到的要更大。所以很抱歉，正确答案 C， 南海。读错题了，好吧，再选一题。我们问的是哪一块的实际面积更大？我是强调了实际面积，我没有问你哪一个地图上的面积更大。2位已经打到这个份上，本季从未出现过的局面，连坤神这样的人连送2分，而且并不是他不知道，解题对题面的审查都出现了严重偏差，请你们2位拿出状态来。最后一题，加油！加油！加油！这一场比赛真的是他们2个一个完全分不出高低的一个神仙打架，我很挺林然。陈坤宇的话，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实力。请听题：用肥皂水吹出2个大小不同的气泡，如果用吸管把它们连在一起，则会发生怎样的现象 ？A. 小泡泡变小，大泡泡变大 ；B. 小泡泡变大，大泡泡变小 ；C. 2个泡泡大小都不变。开始。好，坤宇抢到了。肥皂膜有表面张力，这个表面张力会附带一个压强，使得肥皂泡内和肥皂泡外的压强产生差别。一般来讲说，小泡泡的话，因为它的倾斜角度相对更大一些，所以表面张力给出的压强增量更大，所以小泡泡内的压强跟大气压的差值要比大泡泡大一些。所以就相当于一个高压区和一个低压区的话，气体怎么运动？那当然是高压区的气体更容易扩散进低压区内，小的会变小。而大的呢？大的会变大呀。你再次想一想我说的这个题面审对了吗？会发生怎样的现象啊？高压区往低压区扩散，没错。3、2，不改了。1，你的答案是A。恭喜陈坤宇答对了！恭
喜陈坤宇成为第3期《加油向未来》年度总冠军。也谢谢林然，你的实力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敬佩。谢谢林然。科学本身不是拿来竞技的，对。但是我们决定用竞技这种方式来呈现科学，然后实际上是想要让大家对科学产生一个兴趣，然后尤其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了，可能人工智能啊，新的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你对知识点的记忆，你对知识点的掌握，已经没办法说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竞技，给所有观众呈现出来的是，你要对科学这件事情有很深的一个热爱，你有这个探索精神。我们都是希望所有人能够保持这样一颗前进的探索的心，就是这样。说得好，谢谢林然。林然的表现非常的优秀，从第1期的擂主到最后1期总冠军的争夺，林然始终显示出了一个科学从业人员应有的学识和他的积累。来参加这个节目是我生命里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吧。对于我可能离科学越走越远的一个成年人，也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够回过头去看看我之前学过的那些知识，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这个节目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与。谢谢林然，加油林然！有请陈坤宇来到台中。坤神，坤神，坤神，祝贺陈坤宇率先得到1分，陈坤宇胜出。祝贺陈坤宇回答正确，加1分。祝贺陈坤宇再拿1分，赢得挑战。回答正确，陈坤宇再得1分，恭喜陈坤宇！祝贺陈坤宇狩猎成功。冠军好冷静啊！其实，不在乎最后我们的总冠军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关键在于这1季以来，我们通过无数的题目、实验、无数的观众的参与，成功的让大家对科学2个字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它不是我们过去课本里面那些看似冰冷艰深的原理、定律，它不是考试卷上那些关系着我们未来或者是学位的题目、分数。其实科学就在身边，它是有温度的，并且它是能够让你像孩子一样带着好奇心去追逐一辈子的一件幸福的事儿。所以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因为加油向未来。当然，我们这一季加油向未来还有最后一段路程要走。我们要有请陈坤宇进入到我们的大实验区，进入颁奖时刻。此刻在我们舞台的正前方，就是我们这一季加油向未来总冠军的奖杯。我们要邀请一位一直以来陪伴着我们，并在科学的道路上始终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的科学顾问曹泽贤老师作为颁奖嘉宾。祝贺，谢谢老师，祝贺陈坤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奖品。本季科学财产王将获得由东风风神提供的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免费使用权。有请我们的东风乘用车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刘洪先生来为我们颁出这个特殊的奖品。东风风神 AX7。
掌声感谢东风为我们这一季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也再次祝贺陈坤宇，谢谢。大家还记得在我们加油向未来本季第1期节目当中的中国第一只无壳孵化的那只小鸡吗？它的名字叫小茶缸。到现在它已经2个月了，我相信全国的观众都无比想要看看现在小茶缸它的状况怎么样呢？来，掌声欢迎小茶缸出场。它是当初跟我对话的那只毛茸茸的小鸡。是的，我们在这一季看到了太多的成长，看到了太多的进步。接下来就让我们最后一起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为我们这一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大句号吧。掌声有请各位猜想团成员到台上来。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也感谢各位一季以来对《加油向未来》的支持。我们下一季再见。换个角度更精彩。加油向未来！历时3年，加油向未来一直致力于用精彩纷呈的实验，为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诠释科学精神。通电！我们曾领略天际的广阔，探寻深海的奥秘，赞叹生命的奇迹，见证大国重器的力量。快！穿甲弹！1、2、3，走啊！这一次，加油向未来第3季将科普实验送上太空。请把我的实验送上太空吧！请把我的实验送上太空吧！我们面向全民征集空间科学实验，让孩子们在地球做的梦，有机会在太空实现。我想当航天员，在飞行中制造热气腾腾的馒头。自己做了个简单的泡泡装置。我设计的太空蚂蚁工坊。神州花园实验。太空该蛋给予给。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我的实验上太空。我的实验上太空。我的实验上太空。最终，2个优秀实验从征集来的300余份实验方案中脱颖而出。在太空中种了土豆，人们以后到火星上生活，那不就可以靠土豆生存下去了？据我所知，现在液态金属这样的一个实验，目前全世界还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液态金属实验，他们已经走到了前沿。土豆呢，通过这个实验呢，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对太空的兴趣。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筛选，科普卫星载体最终选择了中国首枚民营运载火箭朱雀1号。300个日夜的奋战，火箭通过了方案论证、试验验证、生产组装、出厂测试等重要阶段。搭载有2个实验的东风空间实验舱顺利装入卫星，并完成与火箭的合体。伴随着朱雀1号的组装完成，我们距离太空梦的实现越来越近。我觉得火箭发射应该是一个很壮观的情景吧。对于这次的话，我期望一切顺利。能够自己亲自经历这项事件，我觉得非常荣幸。仰望星空，开启了人类智慧，空间科学研究让人类插上了进入太空的翅膀。我们希望这颗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以及后续科学实验的成功，能够激发更多少年热爱科学、投身科学的热情。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看一枚固体火箭的发射，我还是感觉很新奇的。终于来到了这里，看到了这个火箭真真正正的以这么近的距离呈现在我面前，我觉得心里非常激动。请发射区人员全部迅速撤离。发射区人员注意，15分钟之内左右下达。好的，明白。
希望呢这一次发射呢能够开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科学实验新的一个时代。酒泉、风水、雷达分工正常。酒泉1、2级分离，1、2级分离。前景星系指的是几个质量特别大的星系团。陈坤宇率先加上1分，加盐之后，水的导电性会变强。祝贺陈坤宇首例成功！你要对科学这件事情有很深的一个热爱。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这个火箭发射就代表了我们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火箭已消失在茫茫天际之中，卫星入轨的消息却迟迟未来。现在过去了多少秒了？我们在等待10分钟。我们只能等了。整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难熬的啊，心情也是比较复杂。朱雀1号运载火箭，朱雀1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火箭发射后3级出现异常，卫星没能进入轨道。火箭发射，它都不是我们日常语言里所描述的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可能今天朱雀1号没有能够按照我们的预想，能够很完美的进入一个轨道，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科研的工作者未来努力的方向。我觉得我的实验能够被选中，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这件事也激励着我继续热爱科学，好好学习科学。我们在这个实验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虽然结尾不是很完美，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我们的科研工作，也希望加油向未来能继续它的科普使命，相信我们的科学梦想一定会实现。这次发射刚好是我第100次发射，也是没能够圆满成功的一次发射。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当然整个过程呢也不会是平坦的。科学是很有温度、很有爱、很能感动人的。每个人，你们都有自己的梦想，也都期待着自己的梦想能生出一双翅膀，带着自己去翱翔。科学不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而是一群人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征程。在普及科学知识和传递科学精神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探索的脚步。加油，向未来！